今天我们来聊聊膝盖痛背后的秘密。许多人膝盖一疼就只想到贴膏药止痛，但是警告，如果你的膝盖经常痛，可别以为贴张膏药就万事大吉了，因为那可能只是暂时压制症状，真正的问题依然埋伏在膝关节内。有一种关节内的隐形杀手，名叫滑膜炎，正悄悄地侵蚀着你的膝盖。如果你忽视它、敷衍它，时间一长，膝盖可不只是疼，还可能肿胀积水、僵硬变形，甚至10年滑膜炎拖成终身残疾。而今天，一位老中医要给我们揭开解决膝盖痛的秘方——护膝神汤。这碗用芋头加上3种秘密食材熬煮的汤，据说能让人喝走缠绕10年的滑膜炎。到底怎么回事呢？让我们一探究竟。首先，我们要问，膝盖痛到底隐藏着什么凶手？为什么不少人贴了膏药，休息几天，膝盖还是反反复复在痛？真相就是前面提到的滑膜炎。滑膜炎是什么？简单说，膝关节里有一层滑膜，就像关节的内衬，负责分泌关节滑液来润滑关节。当滑膜发炎时，就叫滑膜炎。滑膜一发炎，关节腔内就会积液，膝盖肿胀、疼痛、发热、弯曲伸直都困难，好像关节里灌了胶水，卡卡的。不少人可能有过这样的经历，膝盖莫名肿了起来，摸着热乎乎还痛，一检查医生说是有积水，这其实就是滑膜炎发作的信号。很多膝盖痛的根源就是反复发作的滑膜炎在作怪。那贴膏药为什么不够呢？因为膏药只能治标，无法治本。膏药贴在膝盖上，它的药效透过皮肤刺激神经末梢，扩张血管，短时间内的确能减轻疼痛，消除部分肿胀，让你觉得舒服一点。但是膏药并不能进入关节深处去清除滑膜里的发炎物质，也无法把已经渗出的积液彻底吸收掉。就好比家里地板渗水了，你只是拿拖把把表面的水擦掉，膏药止痛，可是水龙头还开着漏水，滑膜持续发炎，过一会地上又湿了一大片，所以只会贴膏药，不找出漏水的源头，痛楚很快还会卷土重来。而且长期依赖止痛药膏，表面上膝盖不痛了，反而容易让人忽视关节内部正在恶化的问题。等到哪天膏药也盖不住痛了，可能滑膜炎已经很严重，甚至磨损到了软骨，那时候再去治疗就麻烦大了。滑膜炎如果一再拖延，会带来什么后果？我们不妨设想一个场景，35岁的你膝盖有点隐隐作痛，走久了不舒服，你贴个膏药硬扛着，觉得休息几天就好。可是1年又1年过去，你的膝盖疼痛发作得越来越频繁。第1年偶尔上下楼时刺痛，贴药膏可以缓解。第3年膝盖开始反复肿起来，积水需要去医院用针管抽掉，医生嘱咐要多休息。第5年连早上起床膝盖都僵硬疼痛，天气一变冷更是难受，你只能一边贴膏药一边吃止痛药，但止痛药吃多了胃又受不了，膏药贴久了皮肤过敏发痒，关节却并没有真正好转。第7年 X 光显示你的膝关节软骨已经被慢性炎症破坏的坑坑洼洼，关节间隙变窄，骨头开始互相摩擦。医生说你这是严重的退行性关节炎，滑膜炎长期没好导致软骨受损。第10年你走路一拐一拐，爬楼几乎做不到，天一冷膝盖就肿痛难忍，医生直摇头，恐怕得考虑换人工膝关节了。一听到要动刀换关节，你后悔莫及，早知道当初就该认真治，不该只贴膏药拖着。这样的故事其实在现实中并不少见。许多老年朋友年轻时不把膝痛当回事，结果年纪大了，膝盖问题成了行动的大障碍，严重时甚至要靠轮椅。所以膝盖痛千万不要只治标，要趁早治本。那么治本的关键是什么呢？一句话，要消除滑膜炎症和积液，并强化膝关节本身的体质，让它不再那么容易发炎。西医怎么做？通常是第一，休息制动，减少关节负荷。第二，吃抗炎药，像常见的非类固醇消炎止痛药，或者直接在关节腔内打入类固醇皮质激素来强力消炎。第三，配合理疗热敷，促进肿胀消退。如果有积液严重，就抽水减压。如果是风湿免疫性的，还会用一些抑制免疫的药。这些方法对急性发作期效果不错，
能迅速减轻症状。但问题是，很多人的滑膜炎是反复慢性发作的，等药效一过又来，长期反复打类固醇，关节软骨可能受到损伤，而且激素副作用大，总是吃止痛药也伤肝肾胃肠，反复抽取积液则可能刺激滑膜产生更多液体。简单说，这些方法治标多，治本少，无法从根源上防止滑膜再度发炎。中医又是怎么看的呢？中医有句话，痛则不通，痛则不痛，意思是说，疼痛往往是气血不通，经络阻滞造成的。如果把阻滞打通了，不痛也就消了。对于膝关节这种慢性痛，中医常常诊断为痹症，痹就是阻闭的意思。风寒湿邪侵入关节，或是身体内部运化失常，湿浊毒素滞留在关节，都会让经络不通，关节肿胀疼痛，这就是痹症。滑膜炎在中医看来，多属于湿痹或寒湿痹的一种，尤其是很多中老年人的膝盖痛，天湿下雨或天冷时特别严重，这其实就是湿气寒气在作怪。中医还认为，肝主筋，肾主骨，肝肾两脏的精血滋养筋骨关节，年纪大了肾虚肝血不足，筋骨失养，也会让膝关节变得脆弱，容易发生劳损和发炎。因此，中医治疗膝关节痛常常抓两个方向，一是祛湿驱寒，活血通络，把滞留在关节的那些湿邪寒邪淤阻给化解掉，像把淤泥清理干净；二是补益肝肾，强筋健骨，就好比给河道加固堤坝，增加水流，让经络气血充足流畅，关节得到滋养，自然就不肿不痛。概括来说，就是标本兼治，既驱邪又扶正。这样不仅能消除眼下的肿痛，还能提高膝关节的抗病能力，减少以后复发。听起来很美好，可是到底有没有这么厉害的方法呢？这里就要隆重介绍老中医推荐的护膝神汤了。这碗汤正是遵循上面说的原则，用食疗的方式达到祛湿、消肿、补肾、强膝的效果。更棒的是，材料非常简单，都是我们日常随手可得的食物。这道护膝神汤只有4样材料：芋头、赤小豆、黑豆和薏米，就是这4种看似平平无奇的东西，搭配在一起却能发挥意想不到的强大功效，被称为滑膜炎的天然克星。接下来我们就深入剖析一下，为什么偏偏是这芋头加三物，它们各自有什么奥秘，联手后又如何成为护膝的神奇汤方。首先登场的是芋头，很多人一提到芋头，想到的都是香甜软糯的美食，什么芋头糕、芋泥奶茶、香芋冰淇淋，感觉和药用毫不相干。但你知道吗？芋头其实在中医看来是一味药食同源的宝物。本草纲目里就记载，芋头能宽肠胃、疗烦热、破宿血、去食积，意思是芋头可以开胃健脾，消除烦热，散瘀解毒，对肿块真假也有疗效。民间也有偏方，用芋头捣烂外敷肿瘤接种，以消肿解毒。芋头的药性究竟如何呢？中医认为芋头味甘辛，性平微毒，入肠胃经，同时有文献提到它补中益肝肾，消肿止痛，天经易髓。这句话很关键，补益肝肾，天经易髓，意味着芋头有补肾强骨，增加精髓的作用。消肿止痛就更直接了，表示芋头能减轻肿胀疼痛，是不是有点出乎意料？一个平常的芋头竟然对肝肾和筋骨都有补益，还能消肿止痛。从营养科学角度看，芋头也绝对不只是淀粉而已。芋头富含膳食纤维、维生素 C、维生素 E 和多种微量元素，像钾、镁、锌等等。钾有助于排出体内过多的钠，减少水肿；锌和镁则参与骨骼和结缔组织的代谢，有助于关节修复。芋头中还含有一些多糖体和黏蛋白，据说对提升免疫、抗炎、抗癌都有帮助。所以老祖宗说芋头能解毒消肿，其实跟它的营养成分也有关。高纤维和特殊的多糖物质能调节免疫反应，减少炎症。难怪有营养学家称芋头是健康薯，常吃芋头能增强体质，提高免疫力。在护膝神汤里，芋头还有一个重要角色，充当主食和调和剂。因为其他3味都是豆和米，
纤维高但缺少一些柔润的口感，而芋头煮烂后软糯香甜，不仅让这碗汤更好喝，更重要的是健脾养胃。中医讲脾主运化水湿，意思是脾胃功能好了，身体内多余的水湿就不容易堆积成患，所以芋头补脾，使得祛湿的效果更明显，同时也防止吃了太多寒凉祛湿食材伤到脾胃。总之，芋头在这方里一举多得，既提供营养和热量，让身体有力气恢复，又补益脾肾，辅助消肿止痛，直接间接都对膝盖康复有利。接下来介绍第一位祛湿大将，赤小豆。赤小豆其实就是我们常吃的红小豆，也有人直接称它红豆。严格说，红豆和赤小豆在中药里有区别，但日常里大家不细分。小小红豆竟然是古今闻名的祛湿利水药材。《神农本草经》把赤小豆列为上品，说它主下水，排臃肿脓血，意思是赤小豆擅长利尿消肿，排出体内积水，还能消臃肿、排脓血，可见其消肿解毒功效之强。中医认为赤小豆性平胃甘酸，入心、小肠经，有利水除湿、解毒散肿的功能。民间最常见的用法就是煮赤小豆薏米汤或红豆薏仁粥来消水肿、去湿气。比如有些人夏天容易脚踝肿、眼睑肿，或是女性经期前后浮肿，用红豆薏米煮水当茶喝，都有明显利尿消肿效果。对于膝关节滑膜炎造成的关节积液，赤小豆可以说是专门对症，它进入血分含水道，把关节内多余的液体代谢出去，像一台抽水机一样，帮助身体把水泡稀给抽干。同时它还含有皂苷、黄酮类和花青素等植化素，具有抗氧化和抗炎作用。研究发现，赤小豆富含钾和镁，正是利尿和肌肉神经调节的重要元素。它的膳食纤维也很丰富，有助于调理肠胃，带走体内毒素。有人把红豆水当作天然的消炎水来喝，对风湿关节痛、痛风肿痛等都有一定辅助缓解作用。除此之外，红豆还补心，心主血脉，血脉循环好了，关节的肿胀疼痛也能更快消除。总之，一把小小的赤小豆，在我们的护膝神汤里担负着排水清毒的重任，专治那种关节肿胀积液、湿浊滞留的问题。再来介绍第二位大将，黑豆。俗话说，天天吃豆胜过补药，而在众多豆子中，黑豆的地位尤为特殊。中医有个以色补色、以形补形的理论，黑色入肾，肾主骨生髓，所以黑豆黑色又形似肾脏，被认为特别入肾经，有补肾益精、强筋骨、活血祛风的功效。本草纲目称，黑豆治风热毒气、风疮肿痛，久服好颜色，变白不老。虽然听上去神乎其神，但翻译一下，其实就几个重点：祛风除湿、解毒消肿、抗老滋补。对照到我们的膝盖问题，黑豆祛风湿能减轻风寒湿引起的关节痛楚，补肾强骨能改善肾虚所致的膝软无力、骨关节退化。此外，黑豆还有个特点，古人常用它来引经，比如开中药时会用黑豆和药一起煮，取其入肾，引导其他药力达到肾经和下肢。这样看来，黑豆放在护膝汤中，不但是自己补肾，还能带领其他药食成分直奔膝关节所在的经络，集中火力来修复关节。从营养看，黑豆也是极佳的养生食材，它富含优质蛋白、维生素 E、Omega、3脂肪酸以及花青素等，其中花青素是强力抗氧化、抗炎成分，有助于减轻关节发炎反应。Omega-3 脂肪酸有益于关节润滑和心血管健康，维生素 E 则是公认的抗衰老营养，有助减少组织炎症损伤。黑豆还含有钙、磷、铁等矿物质，有助于骨骼和关节强健。现代研究也发现，黑豆提取物对抑制发炎介质有一定作用。一些偏方里，黑豆被用来治疗腰膝酸痛，例如把黑豆炒熟泡黄酒，每天吃1小杯，据说能缓解关节疼痛、腰背酸软，或者黑豆含核桃、杜仲等煮水，也是传统补肾强骨的方子。可见黑豆早就被用作腰腿痛克星来滋补调理。总而言之，在这护膝神汤中，黑豆担任着固本培元的角色，
它补肾养血，让膝关节的根基更稳固，还能祛风除湿，配合红豆薏米一起赶走关节里的寒湿痰瘀。同时，黑豆的蛋白质和营养还可以帮助修复受损的软骨和组织，可以说内外兼顾。最后登场的第3位大将就是薏米，也叫薏苡仁。薏米在东亚地区可是鼎鼎大名的养生谷物，有世界禾本科植物之王的美誉。在中医里，薏米甚至被誉为祛湿圣药，它性味甘，淡为寒，归脾、胃、肺经，功效是健脾渗湿、除痹止痛、清热排脓。听这功效就知道为什么治膝盖痛少不了薏米了。健脾渗湿和赤小豆一样，可以排出多余水分湿气；除痹止痛专门针对痹症关节痛，清热排脓，意味着对关节炎伴随的炎症积脓也有帮助。早在古代，中医就用薏米来治疗风湿痹症，《金匮要略》中有方子叫薏苡仁汤，用薏米配伍半夏、白术等治风湿生痛。《本草备要》说，薏苡仁健脾益胃，补肺清热，利湿圣药，除筋骨节中湿痹。这句除筋骨节中湿痹最让人惊喜，意思是薏米特别擅长清除筋骨关节中的湿痹病痛。对照现代，就是对慢性关节炎、滑膜炎非常有益处。很多人知道红豆薏米汤祛湿，但不知道薏米其实还能直接消炎止痛。现代药理研究发现，薏米中含有一种叫薏苡仁酯的物质，具有抗炎镇痛作用。有实验证实薏苡仁的提取物能抑制前列腺素等炎症介质的合成，其抗炎效果在某些动物实验中不亚于消炎药。此外，薏米还含有丰富的硒元素和薏苡多酚，这些成分都可以抗氧化、调节免疫，对慢性炎症有调控作用。难怪民间把薏米视作风湿骨痛的食疗法宝，有每天1碗薏米水，湿毒远离我一说。从营养角度，薏米还富含维生素 B1、膳食纤维，可以改善肠胃功能和新陈代谢，促进身体把废物水分排出。同时，热量低，是健康杂粮的一种，常吃有助控制体重，体重下降了，膝盖负担也跟着减轻，这对于膝关节保养可是间接的大好处哩。总之，薏米在护膝神汤中发挥着类似排雷和治疗双功能，一方面排出关节里的湿邪瘀滞排雷，另一方面直接减轻关节的炎症反应，治疗让膝盖肿痛能从根源上好转。好了，4大主角都介绍完了，芋头、赤小豆、黑豆、薏米各个身怀绝技，联手出击，针对的正是滑膜炎的2大核心问题：湿毒内侵和肝肾亏虚。我们来总结一下这碗护膝神汤的作用机制。芋头补脾胃、益肾精，提供恢复元气，还能消肿止痛；赤小豆利水渗湿，解毒散肿，负责把关节积液和炎症因子排出；黑豆补肾强骨，活血祛风，巩固关节根基，并改善血循环，把寒湿风吹走；薏米健脾除湿，抗炎止痛，加强祛湿，同时直接消炎镇痛。四味合用，补中有泻，标本兼治，既把坏东西、湿邪、积液、炎症清出去，又把好东西、精血、营养补进来，还能调和脾胃，让身体更能受用。对付滑膜炎可谓内外夹击，双管齐下。不少喝过这个方子的人反映，连续喝上几周后，膝盖的肿明显消了，疼痛感减轻，行走活动度也改善。有的人原来每天早上起来膝盖又肿又僵，蹲不下站不起，喝汤一段时间后，早上僵硬感明显减轻，膝盖灵活度提高。一位老大爷原本膝盖积液反复发作，每隔1-2个月就得去医院抽一次水。自从开始坚持喝芋头、赤豆、黑豆、薏米汤，竟然半年多没再积水，连医生都惊讶他的膝关节滑膜炎好转了许多。当然，每个人体质不同，这道食疗不是喝一次立刻就灵验的仙丹，毕竟它不是止痛药，而是慢慢调理身子的食疗方。一般建议至少持续服用几周到几个月，配合适当的休息和运动，才能看到比较明显的改善。但胜在它天然温和，不伤身体，反而还滋补强身，比起动辄打针吃药，作为日常保养调理的方法要安全得多。说了这么多，这碗护膝神汤到底该怎么煮呢？其实方法非常简单，
准备芋头1个，中等大小约200-300克，赤小豆、黑豆和薏米各约1把，每样30到50克左右即可。具体比例不需要太精细，可以根据自己口感稍作调整。例如，喜欢薏米的清香，就多放一点薏米；想加强沥水，就多放一些赤小豆。把赤小豆、黑豆和薏米分别洗净后，先提前浸泡2小时以上，特别是薏米和赤小豆泡透了，煮起来更软烂出味。芋头去皮切成小块备用，切芋头时建议戴手套，因为生芋头的粘液可能让皮肤瘙痒。然后锅中加足量清水，放入所有材料，大火煮开后转小火慢炖，至少煮40分钟到1小时，直到红豆薏米熟烂，汤色呈现淡淡的乳白色或浅褐色。如果喜欢甜味，可以依个人口味，在汤姜好时加入少许冰糖调味，或者搭配红枣一起煮，增加甜味。但如果有糖尿病或血糖偏高，就不要加糖了。芋头本身煮久也会出自然的微甜，煮好后连汤带渣一起盛出，就是一碗料足汤浓的护膝神汤了。这个量可以做2碗左右的分量，可与家人共享或分次饮用。喝的时候把汤和里面的豆子、芋头一起吃掉，等于喝汤也吃饭，非常饱腹且营养均衡。何时喝？喝多久合适呢？一般建议每日1碗或隔天1碗，最好是在早上或中午喝。因为这个汤沥水，白天喝可以让多余水分随活动代谢排出，若晚上喝很多，半夜可能容易起夜上厕所。喝上1周左右，你也许会感觉小便比平时多一些，这是正常的，说明身体在排湿。2-3周后，若你的膝盖有慢性轻度积液，可能会发现肿胀慢慢消退，膝盖轻松不少。若是没有明显积液的膝痛，可能会感觉关节灵活度提升，僵硬感减轻。有些人喝一段时间后，甚至体重也会略有下降，因为湿气代谢了，身体轻盈了，人也精神了。当然，这并不意味着就此痊愈不犯了。10年的滑膜炎不可能几星期就完全根治，关键在于持续调理。你可以连续喝1-2个月作为一个疗程，然后停几周再继续喝。如果感觉膝盖完全恢复正常了，可以减少频率，比如每周喝1-2次当保养即可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这道汤虽好，也有些小提醒要说。首先，薏米和赤小豆偏利水，在急性发作滑膜炎关节大量积液时喝非常对症。但如果你的膝盖痛是因为骨刺磨损为主，并没有明显肿胀积液，喝这个汤也有补肾和润滑关节的作用，只是感受可能没那么直接迅速。其次，体质特别虚寒胃冷的人，可以在汤里加2-3片生姜同煮，既能驱寒暖胃，也可防止薏米的寒凉伤到脾胃。幸好芋头性平稍偏温，黑豆也不寒，所以整体来说这方并不算寒凉，大多数人1年4季都能喝。再者，孕妇不建议使用这个方子，因为薏米在中医典籍中有微弱的堕胎作用，虽然食用量未必有明显影响，但保险起见，孕期还是避免。另外，肾功能不全需要严格限水的患者，对上述食材过敏的人也不适合多服用。除了这些少数情况，对一般中老年朋友、久坐少动的上班族、体内湿气重的人而言，芋头、赤豆、黑豆、薏米汤都是非常好的日常养生汤水。最后我们再强调一下，膝盖痛千万不要得过且过贴膏药了事，治标不治本，只会让小痛拖成大患。老中医传授的这道护膝神汤，正是给大家提供一种从内而外调理膝盖的简单办法。它以食为药，安全无副作用，长期坚持可润物，细无声地赶走体内湿气，减轻关节炎症，让你的膝关节慢慢恢复健康。当然，配合汤药，我们平时也要注意保养膝盖，适度运动强化腿部肌肉支撑，避免长时间深蹲或负重过度损伤膝盖。天冷时注意膝关节保暖，别受寒。饮食上少吃太油腻、生冷的东西，忌过量饮酒，因为这些会加重体内湿热，对关节不利。把这些生活细节和护膝神汤结合起来，你的膝盖一定会感激你的。希望每一位被膝痛困扰的朋友都能早日甩掉贴满膏药的日子，重拾自在行走的快乐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
总结句话，膝盖痛别只会贴膏药，内外结合才是长久之计。芋头加赤小豆、黑豆、薏米的护膝神汤，或许就是你远离10年滑膜炎反复发作的关键法宝。不妨试试这食疗秘方，让膝盖轻松起来，健步如飞。祝大家都拥有健康的膝盖，告别疼痛，乐享生活。